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，将在未来娑婆世界降生成佛，成为娑婆世界的下一尊佛，在贤劫千佛之中降世第5尊佛，常被尊称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或弥勒佛。弥勒佛的来源，根据佛经记载，弥勒菩萨出生于印度南天竺的婆罗门家庭，姓弥勒，名阿逸多，梵语意译为慈悲、最胜。他自幼聪慧，厌离世俗，出家修行。后来，弥勒菩萨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听闻佛法，深受感动，遂成为佛陀的弟子。他精进修行，很快证得阿罗汉果位。释迦牟尼佛曾为弥勒菩萨授记，预言他将在未来56亿7千万年后，在娑婆世界兜率天弥勒净土龙华树下成佛。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的修行，他慈悲喜舍，以大度能容之量，包容一切众生。根据佛经记载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兜率内院修行时，曾发愿度化末世众生。他说：我今于此兜率天，修菩萨行度众生，为未来劫浊，众生垢重，贪着五欲，烦恼炽盛，如阎浮提，应现成佛。弥勒菩萨的愿力感天动地，许多菩萨都发愿追随他，一起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弥勒菩萨下生娑婆世界，根据佛经记载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修行了56亿7千万年后，将带着无数菩萨和天龙八部降生到娑婆世界。那时，娑婆世界正处于劫浊时期，众生苦难深重。弥勒菩萨的降生将为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。弥勒菩萨将在龙华树下3会度众，先度9亿9,999位金刚比丘，然后度3000大千世界无数众生。弥勒净土，在弥勒净土没有苦难，没有烦，它是未来佛的代表，象征住慈悲和希望。弥勒信仰在中国民间十分盛行，人们供奉弥勒佛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庇佑，消灾避难，福慧圆满。在中国的许多寺庙中，都能看到弥勒佛像。最著名的弥勒佛像，当属北京弥勒院的弥勒佛坐像。这尊佛像高达57米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坐像。弥勒信仰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，在许多国家的佛教寺院中，都能看到弥勒佛像。弥勒佛的意义，弥勒佛的信仰给人们带来了精神寄托，激励着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。弥勒菩萨的慈悲和智慧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我们应该以弥勒菩萨为榜样，发扬慈悲心，增长智慧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弥勒菩萨10大愿。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修行时，曾发下10大愿，誓愿要度化一切众生。这10大愿为：1愿，兜率天宫，庄严微妙，天人快乐，安居无忧。弥勒菩萨发愿庄严兜率天宫，让天人能够安居乐业，快乐修行。2愿，下生人间，度脱9亿金刚比丘。弥勒菩萨发愿加生到娑婆世界，度化9亿金刚比丘。3愿，度3000大千世界，无数众生皆生我杀。弥勒菩萨发愿度化3000大千世界无数众生，让他们都能往生到他的净土。4愿，国土安乐，无有灾害，人民丰足，仓库盈实。弥勒菩萨发愿让娑婆世界变成安乐国土，没有灾害，人民丰足，
生活富裕。五愿，天与相依，遍满世界，令诸众生自然得一，无复裸行。弥勒菩萨发愿，让弥勒净土的众生都能得到天降相依和食禄，不必为衣食烦恼。六愿，身体光洁，容颜端正，无有丑陋。弥勒菩萨发愿，也让弥勒净土的众生都拥有光洁的身体和端正的容颜。七愿，寿命无量，无有病苦。弥勒菩萨发愿，让弥勒净土的众生都拥有无量的寿命和健康的身体。八愿，心怀慈悲，喜乐相向。弥勒菩萨发愿，让弥勒净土的众生都心怀慈悲，彼此相亲相爱。九愿，厌离三界，得证菩提。弥勒菩萨发愿，让弥勒净土的众生都能厌离三界，证得菩提。十愿，速成佛果，究竟涅槃。弥勒菩萨发愿，自己早日成佛，究竟涅槃，度化一切众生。弥勒菩萨十大愿的意义。弥勒菩萨十大愿是对众生无限慈悲的体现。他发愿庄严净土，度化众生，让众生离苦得乐，最终成佛涅槃。弥勒菩萨十大愿也是对我们生活的启示。我们应该学习弥勒菩萨的慈悲心，发扬慈悲，帮助他人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。在释迦牟尼佛前世的因缘中，弥勒菩萨曾是一位名叫善慧的仙人。当时有一位叫罗睺罗的火坑仙人，因为修行不当而堕入火坑中。善慧仙人看到后，心生慈悲，便发愿舍身救度罗睺罗仙人。于是善慧仙人跳入火坑中，与罗睺罗仙人同归于尽。善慧仙人的舍身精神感动了天上的诸天。天帝释迦提桓因感念善慧仙人的慈悲心肠，便授予他兔王之位。后来兔王在一次狩猎中被箭射中，为了不连累猎人，兔王便跳入火坑中自焚。兔王舍身的故事是弥勒菩萨十大愿中先度苦众愿的典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即使是像兔王这样的动物，也能发大心，舍身救度他人。弥勒菩萨为施主说法的故。在弥勒菩萨出家修行后，有一次他来到鸡头城的一个施主家里化缘。施主看到弥勒菩萨非常恭敬，便供养了他许多食物。弥勒菩萨吃饱后，便为施主说法。弥勒菩萨为施主说法时，讲述了轮回的苦难以及出离苦海的方法。施主听了弥勒菩萨的法语，深受感动，便发愿出家修行。弥勒菩萨为施主说法的故，是弥勒菩萨十大愿中舍生愿的典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出家修行是断除烦恼、究竟解脱的唯一途径。弥勒菩萨十大愿的故事在佛教中流传甚广，对佛教徒的修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些故事也启示我们发大愿心，普度众生，早证菩提。弥勒菩萨十大愿的故事在佛教中广为流传，这些故事都体现了弥勒菩萨的慈悲和愿力。兜率天宫的故事。兜率天宫是弥勒菩萨修行的地方，位于欲界第四天，又称兜率净土、兜率内院、兜率天。兜率天宫在天界中属于殊胜净土，是弥勒菩萨以及无数菩萨、天龙八部所居住的地方。根据佛经记载，兜率天宫庄严殊胜，无与伦比。天宫中的宫殿金碧辉煌，楼阁高耸入云，天空中遍布七彩宝树。
地上铺满各种珍宝，天宫中的花草奇香异彩，鸟语花香，景色美不胜收。兜率天宫的众生也都是福德之人，他们相貌端庄，寿命长远，无有病苦。他们终日安居乐业，精进修行，不受任何烦恼苦恼。兜率天宫的由来，兜率天宫原本是一个凡俗的天界，名为兜率天。兜率天由兜率天王统治，天王共有9位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兜率天王毗沙门天。毗沙门天是佛教护法神之一，也是财神之一。他身披宝甲，手持金刚杵，威风凛凛。他统领着无数天兵天将，守护着兜率天。释迦牟尼佛成道后，曾多次前往兜率天说法。在兜率天，释迦牟尼佛为兜率天王和天人宣讲佛法，度化众生。后来弥勒菩萨出家修行，也来到了兜率天。他拜毗沙门天为师，在其座下修行。弥勒菩萨天资聪颖，精进修行，很快证得阿罗汉果位。释迦牟尼佛见他根基深厚，便为他授记，预言他将在未来56亿7千万年后，在娑婆世界降生成佛。弥勒菩萨在兜率天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修行，度化众生。他慈悲喜舍，以大度能容之量，包容一切众生。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内院修行时，曾发愿度化末世众生。他说：我今于此兜率天，修菩萨行度众生，为未来劫浊，众生垢重，贪着五欲，烦恼炽盛，如阎浮提，应现成佛。弥勒菩萨的愿力感天动地，许多菩萨都发愿追随他，一起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这些菩萨中最著名的有文殊菩萨，智慧之光，代表智慧；普贤菩萨，行愿菩萨，代表行愿；观音菩萨，大慈悲菩萨，代表慈悲；地藏菩萨，大愿地藏菩萨，代表大愿。在弥勒菩萨和诸菩萨的教化下，兜率天内院的众生都发愿往生弥勒净土。兜率天宫的景象，兜率天宫的景象在佛经中有多处记载。大阿弥陀经中说，兜率天宫楼阁高耸，金碧辉煌，七宝庄严，花香鸟语，景色如画。天宫中的众生相貌端庄，寿命长远，无有病苦，终日安居乐业，精进修行。观佛三昧海经中说，兜率天宫有909万4千幢宝楼，宝楼高耸入云，金光闪闪。天宫中有800亿7千万种奇花异草，天空中有500亿鸟类，鸣唱不绝。天宫中的众生身穿天衣，手持宝器，相貌端庄，寿命长远，无有病苦，终日安居乐业，精进修行。佛说兜率天经中说，兜率天宫有909万4千亿幢宝楼，宝楼高耸入云，金光闪闪。天宫中有800亿7千万种奇花异草，天空中有500亿鸟类，鸣唱不绝。天宫中的众生身穿天衣，手持宝器，相貌端庄，寿命长远，无有病苦，终日安居乐业，精进修行。这些描述都体现了兜率天宫的庄严殊胜，下生人间的故事。根据佛经记载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修行了56亿7千万年后，将下生到娑婆世界。那时娑婆世界正处于劫浊时期，众生苦难深重。
弥勒菩萨的降生将为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。弥勒菩萨将在龙华树下3会度众，先度99999位金刚比丘，然后度3000大千世界无数众生。弥勒菩萨出家故事。弥勒菩萨在成菩萨之前是王子，名叫须弥陀。有一天，他在皇家花园散步，看见一位天人漂浮在空中，天神散发出美丽的光芒。须弥陀被这景象深深感动，他问天人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。天人告诉他，这是由于修行10大誓愿所致。须弥陀受到天神的话语的启发，立即放弃了王位和王子的生活，成为一名云游托钵僧。他用余生修行10大誓愿，最终证得菩萨果位。弥勒菩萨游恶鬼道的故事。翌日，弥勒菩萨行经恶鬼界，看见一群恶鬼饥渴难耐，他对他们充满了慈悲，并发誓要帮助他们。弥勒菩萨以神通化作甘露广大池，请恶鬼来饮。恶鬼们大喜，畅饮甘露。当他们喝下去时，饥饿和乾渴都得到了缓解，他们开始感到一种平静和幸福的感觉。弥勒菩萨的慈悲行为对恶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们非常感激他的仁慈，并发誓不再伤害任何生灵。弥勒菩萨成道故事。弥勒菩萨经过无数生世修行10大愿，终于在兜率天菩提树下成道。当他从禅定中醒来时，周围有许多天人，他们都为他成佛而欢喜。弥勒菩萨于是发愿，将来驾凡成佛。他发愿这样做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脱离痛苦，帮助他们证悟。弥勒菩萨成道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即使是最平凡的众生也可以成佛。这也提醒人们，成佛之路是由慈悲心和乐于助人的意愿铺成的。这些只是与弥勒菩萨10大愿相关的众多故事和轶事中的一小部分。这些故事对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来说都是灵感和鼓励的来源。他们提醒我们慈悲的力量以及众生获得开悟的潜能，度化众生。弥勒菩萨是一位慈悲的菩萨，他发愿度化一切众生。他曾帮助过许多苦难的众生，也曾感化过许多顽劣的众生。在弥勒菩萨的教化下，无数众生都脱离了苦海，得到了解脱。弥勒菩萨10大愿的影响。弥勒菩萨10大愿对佛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弥勒菩萨的慈悲形象激励着无数信徒追求美好的生活。弥勒净土的理想世界也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。弥勒菩萨10大愿也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。在许多佛教寺庙中都能看到弥勒菩萨的造像，这些造像都体现了弥勒菩萨的慈悲和愿力。弥勒佛的形象。弥勒佛是佛教中慈悲和希望的象征，他的形象在佛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弥勒佛的形象通常是袒胸露肚、笑容满面的胖和尚。这种形象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受到5代后梁时期禅僧契此和尚的影响。契此和尚又称布袋和尚，生于唐末5代，是一位得道高僧。他性格洒脱，行踪不定，常常背着一个大布袋，随处化缘。人们见他总是笑口常开，便称他为笑和尚。契此和尚圆寂后，被后人尊为弥勒菩萨的化身。Expand more， 他的形象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弥勒佛造型。弥勒佛形象的演变。弥勒佛的形象在佛教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演变。早期形象。在早期佛教中，弥勒菩萨的形象通常是菩萨装，也就是身穿袈裟，
手持莲花的形象。罗汉行弥勒。在唐代，弥勒菩萨的形象又演变为罗汉行弥勒。罗汉行弥勒通常是站立或坐禅的姿态，身披袈裟，手持拂尘或仰杖。这种形象常见于中国宋代和元代的佛教艺术中。笑佛。在宋代，弥勒菩萨的形象又演变为笑佛。笑佛通常是袒胸露肚，笑容满面的胖和尚。Expand more 这种形象受到契此和尚的影响，在民间十分流行。弥勒净土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弥勒菩萨的形象通常是身住天衣，手持莲花的佛陀形。这种形象常见于藏传佛教的唐卡和壁画中。弥勒佛形象的象征意义。弥勒佛的形象具有多种象征意义。慈悲。弥勒佛的笑容象征住慈悲和包容，他以大度能容之量包容一切众生。希望。弥勒佛的形象象征住希望和未来，它代表着未来佛将在未来56亿7千万年后，在娑婆世界降生成佛，为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。财富。弥勒佛的布袋象征住财富和福禄，人们供奉弥勒佛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庇佑，财运亨通，福寿安康。弥勒佛形象在艺术中的表现。弥勒佛的形象在佛教艺术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。雕塑。弥勒佛的雕塑是佛教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。在中国，弥勒佛的雕塑遍布各地的寺庙，其中最著名的弥勒佛雕像当属北京弥勒院的弥勒佛坐像。这尊佛像高达57米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坐像。壁画。弥勒佛的壁画也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材，在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等著名石窟中都能看到弥勒佛的壁画。唐卡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弥勒佛是唐卡中常见的题材。藏传佛教的唐卡通常会绘制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，或在龙华树下三会度众的场景。结语。弥勒佛的形象是佛教慈悲和希望的象征，它给人们带来了精神寄托，激励着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。弥勒佛的信仰。弥勒佛是佛教中慈悲和希望的象征，他的信仰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弥勒佛的信仰源于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的授记。在佛经中，释迦牟尼佛曾多次预言，弥勒菩萨将在未来56亿7千万年后，在娑婆世界降生成佛，为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。弥勒信仰的形成。弥勒信仰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。早期发展。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，佛教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。在传播过程中，弥勒信仰逐渐形成。汉传佛教。在汉传佛教中，弥勒信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汉传佛教的弥勒信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：重视弥勒菩萨的未来佛身份，强调弥勒净土的庄严殊胜，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藏传佛教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弥勒信仰占有重要地位。藏传佛教的弥勒信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：强调弥勒菩萨的慈悲和智慧，重视弥勒净土的修行和解脱，将弥勒信仰与密宗修持相结合。民间信仰。在民间信仰中，弥勒佛十分受欢迎，人们供奉弥勒佛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庇佑，消灾避难，福慧圆满。弥勒信仰的内容。弥勒信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弥勒菩萨的未来佛身份。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，
将在未来56亿7千万年后，在娑婆世界降生成佛。弥勒净土的庄严殊胜。弥勒净土是弥勒菩萨的修行之地，位于兜率天。弥勒净土庄严殊胜，无与伦比，是众生往生和解脱的理想国土。弥勒三会度众。弥勒菩萨降生娑婆世界后，将在龙华树下三会度众。第一会度9亿金刚比丘，第二会度3000大千世界无数众生，第三会度一切众生。弥勒信仰的意义。弥勒信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：给人们带来希望。弥勒信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。在劫浊末世，众生苦难深重，弥勒菩萨的降生将为众生带来解脱和救度，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。弥勒信仰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。弥勒净土的庄严殊胜，是人们向往的理想国土。人们信仰弥勒，希望能够往生弥勒净土，得到解脱和幸福，促进佛教的发展。弥勒信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。弥勒信仰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佛教传播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结语：弥勒佛的信仰是佛教慈悲和希望的象征，它给人们带来了精神寄托，激励着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。